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紅龍兄的頻道。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芒果它上面的病蟲害的問題。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今天的那個蟲害的問題。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芒果葉子有這個黑黑的一顆一顆，上面有這個奇怪的凸起的這個點。我們摘下來看一下，它上面有這個黑色的。還有這個白色感覺隱藏在裡面的這個樣子，然後整個葉子的狀態就會看起來，它比較厚、比較硬、比較有點不健康的這種感覺。這個東西很多人以為它是病害，他以為是那個什麼病毒感染啊，還是什麼細菌害的，但其實不是。這個是一種非常小的昆蟲，大概在10幾年前，我們南部大概小港、高雄那邊。就陸續有發現，它現在也大概整個族群擴散出去，所以現在很多地方也都有看到這個東西的蹤跡。這個東西就是芒果隱蚋，它的大小啊非常的小只，產卵在葉子裡面，然後它那個裡面孵化，它的幼蟲一樣是有分3種，10、20、30這樣子，最後才孵化成成蟲。它的大小大概只有1到2毫米啦，大概2毫米左右的大小而已，非常的小只，而且它成蟲的壽命啊很短，它孵化出來就是在外面交配，大概2天左右大概就掛掉了。它一個世代成蟲交配完到產卵，到下一代成蟲出來，大概要50幾天，你可以翻一個世代，一整年這樣下來會翻6到7個世代，所以這個東西也是蠻恐怖的。它會有什麼危害呢？它現在在葉子這裡，它在葉子這邊產卵，然後你的葉子就會開始有皺褶，因為植物它也要開始對抗，你的葉子就會皺褶，就會影響到你芒果果樹行光合作用。那這個東西要怎麼防治？我們就分成天然的跟那個一般慣行農法的那個方式。天然的防治方法大概就是使用人工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做摘除，把那個枝條修剪，把它拿去燒掉，或者是你可以調配黑將軍去做噴灑。黑將軍它就是寄生於昆蟲這一類的動物。你的果樹太茂密了，有可能種的間距太茂密，或者是枝條很多，只要有其中一顆它曾经有從那個疫區帶那個昆蟲進來，它很快就會擴散的整區都是。我現在這個狀態還算很少，它只有零星幾片葉子有看到。它如果你都沒有理它，它會擴散到整棵都是，然後會搭配葉蠶它會引起黑霉病，就是整個葉子像黑灰灰的，這樣都要統一修剪，然後後面再做噴藥，讓它殺菌過後，讓它重新生長。所以其實芒果真的要看品種，有些品種就是真的比較容易生病。我目前的狀態就是我盡可能不要用藥就不去使用，所以我現在都用人工的方式做摘除。接下來現在這個時間大概8月底9月那個時間是芒果發新芽很重要的時期，那個時候的新芽盡量不要再讓它生病，或者是有什麼狀況出現，那時候要認真顧，因為那個時候出來的芽會完整的直接影響到你芒果開花的那個狀態。我們再看一下它的這個葉子，它裡面這個一顆一顆比較淺的，這種比較白比較淺的，它就是它幼蟲還在裡面，它還沒有孵化出來。像這個已經變黑的，它這個就是它已經孵化，它會從頂部這邊這樣破孔而出。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全部拔一拔。接下來9月多，我們再來做第2次的修剪，需要的枝條留下來，把一些太密集的啊，或者是長壞掉的，把它做清除，讓它再重新生長。然後你現在看到的這一顆是我們的秋香，它這邊曾經就是有消長，是有得病毒，它苗過來其實就有這個問題。我那個時候就也不知道是什麼，查了之後才發現這是病毒。右半邊這一半，它那個新芽就長得真的不太漂亮，它就是會有像這個樣子，就是一堆球長不出來，這個要把它整個剪掉。
我也想要這邊，這當初都沒有做處理，這邊太多枝條了。要修剪的那一個時候，我再把它修到我要的部分就好了。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之前種的其他品種的芒果。那現在這一顆小苗，這一顆是貴妃芒果，這一顆當初是寡不會寡出來的名字，但是這一顆好像在幾年前也品种都流到中國大陸去了。我現在這個就是種給自己吃。這一支是我有考慮會嫁接比較多，我還有很多芒果的實生苗。我們若你如果有死掉的，我們再來補這個芒果。這一顆苗商跟我掛一樣的牌子，因為我當初是買2顆貴妃嘛，然後這一顆貴妃，我就覺得它的葉子的形狀跟那個新芽的顏色，跟剛剛各位看到另外一顆比較小的貴妃，它長得其實不太一樣。這顆葉子比較長，厚度我覺得這個摸起來比較厚實，所以我也不確定它的牌子有沒有掛錯，或者是拿了不知道什麼奇奇怪怪的品種給我。這個都需要等它長出來才有辦法做驗證。旁邊那裡，因為這一顆酪梨死掉了，所以我就想說在這邊再補一顆土芒果的植栽，等它1年後長大了，我們再取接穗來把它嫁接。看一下，超誇張！我們那一棵樹啊，居然採了這麼多有蟲卵的葉子。這個如果全部孵化出來，這個數量不是開玩笑的。如果你只有種一棵樹啊，它有這個問題，1顆2顆，距離遠一點，它們沒有距離很近的話，你只要這樣子拔一拔，就可以把那個蟲去除掉。因為它那個蚊蟲，它的那個飛行能力也沒有到很強，所以如果距離夠遠，它是不会沒有那麼容易傳染的。如果你是種大量的那種幾十顆以上的，我還是建議就用藥吧，你也不用在那邊一片一片慢慢拔，這個真的拔不完。這一顆也是我們當初買的芒果苗，然後我有對它做過修剪，所以它上面才会這樣子，這個是必須做的，讓它有這個分生枝條，這樣子它未來在結果的時候，它產量才會高。那我們芒果蠅瑞除了自然防治，我們還有慣行農法的用藥。現在登記能使用的農藥，它的毒性都沒有像以前那種舊式的那麼強了，它都已經是經過很多驗證，相對比較不會傷害到的，才能讓你登記可以做施撒。像我們芒果，它的這種蠅瑞或者是什麼莖馬葉蠶這類的登記藥劑，就是什麼芬沙松、加保利、納亞德。基本上你就摘這個生病的葉子去給農藥行看，它就會開給你對應的藥。以現在這個時間，你9月多把葉子顧好，等到它可以開花的時候，其實就是已經過好幾個月了啦，它那個毒性都基本上已經流失掉了，所以你也不用說非常害怕去做農藥的使用啊，因為以芒果這個作物，它其實老實講，你要真的能把它產量顧得好啊，顧得漂亮，難免多多少少少量的施用還是非常的有幫助的。你的人工下去做，或者是用一些一些益生菌還是什麼的做生物防治，這個其實都非常有限，所以有相對那种有機的才能賣得那麼貴嘛。那像這個我自己吃的，我就盡可能的就是自己來處理。如果要用藥的，也是可以，噴完之後大概幾十天，大概2、3週就可以採收了，所以它也沒有說真的非常非常的毒。那我們等一下快速的看一下我們芒果的實生苗。现在各位看到這幾顆是我偷爽呀土芒果的實生苗，那邊有空缺的位置，是因為那邊的苗我已經拿去田裡種了。那土芒果要種出來，它那個種子也要先事先處理過還是要處理過才能達到快要80%以上的發芽率。這一顆是金蜜芒果，它這個葉子這樣子，我覺得是這幾天太陽太大把它曬傷了。旁邊這個是榴蓮，這個我們等它有機會長大，我們再來做介紹。你看它都已經開始發芽了，根部這邊已經開始發芽了。我們天然防治的方法，我們一片一片葉子修剪，或者是讓它重新生長出來，這就是一個方法。再來就是使用生物防治，我們的黑漿菌，讓它看有沒有辦法做昆蟲的寄生。
好，接下來相對的農藥我們這邊就不做多說，這個就去農藥行問，這個就找得到了。然後後面這一顆是我們的四季芒果，它現在正值第2次的來花期。第1次它開花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就是有很多的葉蟬，就引發了灰霉病，然後就是整個葉子都黑黑髒髒的，像鋪了一層歐油，像被那個油抹過一樣，整個黑油抹到一樣，整個都是黑色。那個時候整棵開滿花，但是一顆都沒有結果。然後這次第2次來花，雖然有稍微遇到台風，但是它也陸續的開始結果了。有沒有？都已經開始包了。那我們這一次芒果的影片就先到這裡，我們下一次再來做芒果的修剪啊，還是什麼其他的處理方式，就是我再來研究一些調配不同比例的肥料，來促進開花的一些技巧，我們來實驗看看。那這期的影片就先到這裡，我是紅龍兄，那我們就下次再見。